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黄裙雪景大片，携玉兔烛光共绘梦幻童话。田曦薇穿黄裙子了，雪地里一朵向日葵。这不是拍戏，是直接住进了童话书里。大片一出，热搜直接炸了3个。田曦薇雪中玉兔黄裙战神降临，谁说冬天没有夏天的命？网友集体破防，这哪是拍杂志，这是拿美貌造雪崩。站姐手抖了，镜头都糊了，可那张逆光侧脸，愣是让百万粉丝同时爆哭。她站在雪原中央，烛光摇曳如星子落地，一只白兔静卧裙边，像从月宫偷跑下来的信使。整个画面美得让人怀疑，是不是仙女下凡忘记删定位了？摄影师说那天零下15度，田曦薇只穿薄纱裙，裹着毯子来回跑。补妆间隙啃冷三明治，啃完咧嘴一笑，搞快点，我快成冰雕了。敬业到让人心疼，又可爱到让人想抱走。这组照片的灵感据说来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加《银翼杀手》混搭，导演想搞点不一样的。于是有了赛博朋克版的雪国童话，霓虹色调的雪粒子在后期里缓缓飘落，现实与幻境的边界彻底糊了。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？那兔子是真的，不是 CG， 不是道具，是一只叫糯米的安哥拉长毛兔，剧组专门从内蒙古运来的。它脾气大得很，只肯靠近田曦薇，别人一靠近就炸毛。他伸手一摸，立马呼噜呼噜打起盹，粉丝当场磕到了。人兔合一，天选仙女，这缘分怕不是上辈子是月宫饲养员。连兔粮品牌都连夜找团队谈合作，这波流量白捡的。单句段落警告：他有魔法，别看现在仙气飘飘。田曦薇进组前可是练了半个月雪地走路不摔跤。每天在摄影棚撒滑石粉，穿高跟鞋走 T 台步。助理说他摔得膝盖青一块紫一块，嘴上还喊再来一遍。这年头，神仙也得卷。有人问为什么是黄裙子？设计师说白色太普通，红裙太俗气，黑裙压雪景。黄色是唯一能刺破寒冬的颜色。它不是来迎合冬天的。他是来打败冬天的，笑死！但真有道理。你看他站在雪地里，像不像一颗行走的暖阳？不靠滤镜，不靠后期，一个笑容就把整个北国之冬点着了。最近他资源好到爆，连续3部剧女主，2档综艺常驻，电影处女作还没上映，预告片点赞破100万，顶流女演员的标配。他正一条条打卡，可3年前呢？她还在古偶剧里演女二闺蜜甲，台词3句，镜头5秒，唯一出圈的画面是帮女主剪耳环。网友调侃田曦薇专业地板清洁员，但她没糊，反而越挫越勇。每次采访都说我不急，我等一个对的角色，结果一等来了卿卿日常。那部剧，他靠贴贴出圈，一个撒娇眼神，全网男生心融化。女友视角截图疯转，男生模仿他的语气给女友发语音，直接带货王级别。有人说他只会演甜妹，他偏不，立马接了部悬疑剧，演双重人格杀手。前1秒哭得梨花带雨，后1秒拿刀抵住自己喉咙。演技炸裂到导演拍完直接起鸡皮疙瘩。这回拍雪景大片也不是单纯摆拍，背后有团队精密计算，几点阳光最柔和，哪片雪地反光最梦幻，连兔子打哈欠的时间都掐着表。娱乐圈的童话从来都不是童话，你以为它是靠运气？错，它是把每一步都走成了必杀技。单句段落警告：努力的人连兔子都偏爱。最近他被撞和某顶流男星合作新剧，番位问题闹得沸沸扬扬。
两边粉丝在超话对骂3天，最后工作室发声明，尊重剧本，不分大小女主。这话听着像和稀泥，其实是高招。模糊番位才是最大的番位。你看他现在的状态，不争不抢，但寸土不让；营业有度，但从不冷场。路人缘好到离谱，连黑粉都说他演的还行。这年头能让人闭嘴夸一句还行的女演员不多了。单剧段落警告，他赢在不争。有站姐爆料，拍完那组大片后，田曦薇蹲在雪地里抱兔子10分钟。工作人员催该走了，他摇头，他冷，我暖和儿。那一幕没被拍下，但传遍了粉丝群。有些善良是藏不住的。有人说他人设好，我倒觉得他是把人设活成了本人。没有他防风险，因为他本来就这么甜。没有数据焦虑，因为他用作品说话。这才是最可怕的，他根本不再卷，却把所有人都卷哭了。对比某些靠炒 CP、买热搜、立伪人设的艺人，高下立判。单剧段落警告，真诚才是必杀技。这组黄裙雪景照注定要封神。明年时尚大刊封面预定，明年年度图集 TOB1 预定。连摄影师都说这辈子能拍到这一组，值了。可你知道最绝的是什么吗？那根蜡烛是田曦薇自己带的，她习惯随身带小物件，香薰、水晶、迷你玩偶，说是为了镇场子。那天她掏出一只向日葵造型的烛台，就用这个吧，和裙子配。导演一拍大腿，绝了！你看，连命运的光都是他自己点的。有人说他现在太顺了，怕捧得越高摔得越狠。我倒觉得他早过了那个怕摔的年纪。从地板清洁员到 C 位女王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星光不问赶路人，但问你扛不扛得住冷。零下15度的雪地，一条薄裙，一只真兔，一束自己点燃的光。这不叫冒险，这叫田曦薇式浪漫。他不是在拍大片，他是在写自己的童话结局。单剧段落警告，结局他说了算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愿意相信这世上真有雪中仙女吗？还是说他只是把努力藏在了你看不见的每一秒里？评论区交给你，搞快点，我等着看谁的脑洞最大。